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买房如果讲错一句话，直接让你亏10万美金，真的，而且你还会特别的开心，笑着以为自己买到便宜货了。大部分的人一上来就直接问人家最低多少钱啊，这话一出，你瞬间把底牌亮了出来，不但让人家的房东觉得你是小白，就连那个房仲都觉得你很容易骗，不多赚你几万美金都觉得对不起自己。而如果你讲对一句话，就一句话就让这个前任的房东把10万美金送到你面前，你不需要等房价涨，你一买就直接赚钱。很多人去买菜也会去砍价，但为什么大部分人第一次买房买车的时候却会被中介牵着鼻子走呢？就连砍价的机会都没有呢？你要知道，买房和买车的试错成本是很高的，里面的陷阱也比你买菜的多。你买错了可能会后悔10年，甚至是一辈子啊！难道你还要等到付钱的时候才去学习砍价吗？所有的生意和投资都离不开2个字，好听一点叫做谈判，不好听的就是砍价嘛。你跟人家买房，不就是跟人家做交易、做生意吗？但你没有学过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卖车的、卖劳力士的、卖房的中介这么赚钱吗？就是因为买卖和交易这个动作里面就有很肥美的利润啊，赚的就是一个资讯差。他知道你不知道的，那这个智商税就是你来付啊！一切的商业买卖都是这样的。我很喜欢研究特朗普，一个被认为是邪恶的商人，居然做到了美国总统。而他一辈子的成功，就是因为他懂得谈判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毫不夸张的讲，甚至可以让原本没钱买房，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去买房的你，买到人生第一套房子，然后用我之前教的方法，让房子成为你的金鸡，为你生出无数套房子。而虽然说今天是分享我一个商人投资人怎么去买房砍价的，但其实只要你把里面的谈判心法融会贯通，你自己去开一家卖车的、卖表的，甚至是卖房的生意，都是动一动嘴巴的事情。所以我真心的建议你拿出笔和纸，认真的记下来，因为这会损害到很多人的利益，我怕最后跟之前一样被迫下架。也希望为我撑腰的兄弟姐妹一定要去点赞。而这个频道呢，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首先第一个心法就是砍价的大局观，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记着。我们砍的是前任房东的钱，而不是房仲的钱。先声明一下，我不是房仲啊，也不接他们的代言。但真心的，如果你想要买到比市场便宜10几万甚至几十万美金的房子，你就一定不能去砍房仲那几千几万美金的佣金。第一，他们手上有货源，这些优质又便宜的房源呢，都是一眨眼就没了，你不可能在网上看见的，因为这都是房仲一家一户打电话亲自拜访而挖出来的。它一公开到网上就会被同行看见，然后就偷走了。所以我自己到每一个城市里面去看房，都会收集到很多房仲的电话，而且我对他们的态度呢，比对漂亮的女生还客气，因为他们才是市场的最前线。我不但要跟他们混熟，而且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潜在的买家，我是投资客，我不用想很久，他们也不需要销售我很久就能够成交，这样他们才会第一时间把这些便宜又优质的房源给到我。第二，他们是帮助我们砍价的刀，你的刀长一点，锋利一点，那你砍到的房价就会多一点。房仲无非就是想要做成这单买卖，然后收佣金嘛，他的佣金是按100%算的，你砍几万，他可能也就少收几百。但如果你让他知道，我不但以后还会找你去帮我把房子租出去，而且卖房的时候也会找你，卖完房以后买新房的时候也找你，买完新房以后要出租又找你，只要你站在我这边，我就会跟你长期合作，对吧？那他们就会跟你连成一线，一起去砍房东的价，你砍下来的房价可能远远比你省下的佣金多几倍啊，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很多没有买过房的，随便做几个附近房价数据，看几篇文章就以为自己很懂了，然后就跟那个房东赌气，跟房仲赌气。你一句话说大不了就不买啊，最后呢，房价的涨幅比你的薪水涨得还要快，那么你过几年就买不起了。尤其是我们男生啊，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买房是成年人的游戏，你要谦虚一点，成熟一点，不要觉得自己是顾客就是上帝。后面等到你要追女生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有房跟没房的差别有多大了。不是我这么现实，而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。就算那个女生愿意，她的父母也不愿意啊。所以记着，第一个买房心法就是跟房仲打好关系。那第二个心法是房仲的驾驭术，直接让你搞懂房仲的套路，怎么跟他们打交道，怎么应对他们，让你买房横着去走。
市面上呢有一种房仲，他们很喜欢标签其他同行是黑心的房仲，透过踩低别人去抬高自己的地位。那你就不要收钱嘛，对吧？你到最后还不是为了自己赚到这笔钱吗？那这种人不是更烂吗？一个人之所以会被骗，是因为自己的认知不够。所有的问题呢，都是自己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够去改变别人，他会不会骗你是他的事，我们会不会被骗是我们的事。我做生意以来呢，也常常被骗的，但我非常感激每一个骗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是我最好的老师。一个人如果被骗了以后只懂抱怨，然后就一直害怕被骗，那这种人呢是不能够成大事的，也不太成熟。所以我是什么样的房仲都敢用的，只要能帮我砍到价的，就是好的房仲。你砍不到价，你对我再好，你工作再努力，都是一个骗子，骗了我的时间，还害我丢失了赚钱的机会吗？所以我们只要提升自己的认知，明白里面的坑就好了。当你的认知比房东高，他们就不会骗你了，而是骗对面的房东了。那有什么坑呢？第一，你会发现无论你是买二手车还是二手房，你在看盘的软件里面看到那些低于市场价的房源呢，99%都是假的。哇，这套房子无论是装修还是风景都那么好，而且看上去比其他同样面积的大那么多，最重要的是价格还低一大截啊！难道这就是为我准备的房子吗？没错，这个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陷阱。接下来的剧情呢是这样的，你打过去想要约看这套房子，他就会告诉你啊，这套房子在刚刚成交了，我们还来不及把它下架，但是我有几套比这套房子更优质的房源，你周六还是周日有空过来看啊。我刚说了，真正优质的房源不会发布到网上的，又或者你还没有看到就已经被秒掉了。所以记着，我们找房仲看房的目的呢，不是要立马去成交，而是先搞清楚所有的户型卖多少钱，同一个区域里面的卖多少钱，为什么人家卖的比较贵，为什么这里卖的比较便宜，高层跟低层的价格差距有多大，你要图多少钱，然后为你带来多少的租金回报率。无论是贵的还是便宜的房子，你都看一遍，搞清楚自己的预算。当那个房东带你看完房以后，他已经在你身上投入了很多时间成本，他很想要成交你。这时候你告诉他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比如说一套3房的房子，市价是100万，你告诉他，如果有人放80万的话，或者比90万低的话，你马上告诉我，我可以放下手上的工作，立马带钱过来谈。这个就是孙子兵法里面的先胜和后求战，你还没有开始砍价，你就已经先赚他10万了。这个就是你要跟房东的相处方式，而里面房东会给到你设很多的坑，你也不能怪他，对吧？因为一个合格的房东呢，他们的眼里再差的房子都必须要是好的房子。他在带你看房的时候会夸大优点，回避缺点。楼层高的会带你去看采光，楼层低的带你去看平台、看花园，旁边有马路的就说交通很便利，潮汐的就说不会潮湿，家电会耐用一点。你说价格太贵了，他就会告诉你上周刚成交的更贵，就在旁边的社区。其实他讲什么你都不用理的，因为一个专业的投资人永远看到的只有价格。你就让他把整个社区所有户型的房子的成交价告诉你，那么你就大概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然后就是大量的看盘，在看盘的过程里面呢，中介会问你很多的问题，而一个想要买房的人呢，犯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信息都讲出来，就好像把自己的底牌都揭开了一样。比如说你看中了一个房子，你非常喜欢它，然后房东就很简单的问你一句喜欢吗？你就告诉他你非常的喜欢。那 OK， 你一句喜欢呢，就亏了10万了，你直接被房仲吃得死死的。很简单呢，你喜欢，但我不卖给你，你是不是会很难受？那你想要我卖给你吗？你是不是要为你的喜欢付出更高的代价？而且如果你是那种赶着搬家啊，或者是你突然之间赚了很多钱，有那种很想要立马去买的冲动呢，那你也不要表现出来。你一表现出来呢，就基本失去了谈判的机会了。所以说我们不要怪什么房仲黑不黑心的，而是说你主动告诉人家你可以多付点钱去买，那人家不赚你这个钱，不是对不起自己吗？所以他后面就会一直告诉你，只要你多付一点点的钱，就可以把这套房子带回家了。这么大的一笔钱你都付得起了，也不差那几万块美金吧？这套房子的装修都给你了，你多付这几万美金就等于省了这个装修费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买房砍价最致命的就是问这套房子的底价是多少，最便宜的是多少。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玩法，其实卖车跟卖房都是一样的。那个房东呢，他可能只卖100万，但房仲就会把价格刮高一点，
那卖家肯定是没有问题啊，我只是想卖100万，你反而帮我卖到110万，会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就在于我们去买房的房仲告诉我们这套房子是110万，你要不要过来看？其实从我们移过去看的那一瞬间呢，就代表了我们是有很大几率是付得起这110万的，不然已经被这个价格吓跑了。那 OK， 既然110万你都能够接受，房仲也知道你会砍价的，那就让你砍最多10万嘛。你今天问房仲最便宜多少，他回复你108万，然后你再问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啊，再便宜一点你就会买了。那房仲就会装作很为难的说好吧，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你跟房东谈的。结果他回复你最后的底价是105万美金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省了5万美金，然后很 OK 的就付钱了。其实人家房东开价只是100万，你还多付了5万，你还没有开始砍价就已经输了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买房最大的问题不是怕买贵了几万，而是根本没有钱买啊，买不起啊。过去几十年到底是读书赚钱呢，还是买房赚钱呢？当你回到08年，对比一下两个人，一个是学霸，他们家从来不担心他的学习；一个是学渣，父母为了让他更方便的学习，在学校附近买了套房子给他。最后学霸考上了名牌大学，学渣呢连大学都考不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学渣的房子涨了5倍，过程里面他把房子抵押出去，多买了几套房，现在光收租就不用工作了。而那个名牌大学的学霸呢，毕业以后找到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，但是每年的薪水涨幅都赶不上通胀和房价。现在他想要结婚了，有自己独立的家庭了，想要搬出去跟老婆2个人住，但他们每个月的薪水有一半就要拿去租房子，还有自己的生活费、车费，然后还不敢生小孩去旅行，因为生活费只会随着通胀而增加。他们越存钱越没有钱。他们2个人呢，以为辛苦一点，不去吃喝玩乐，把钱省下来去投资理财，买股票、买 ETF、买比特币、买保险。结果上年所有的资本市场都跌了差不多一半，然后就去埋怨这个扭曲的世界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最可怕的是，大部分的人连学霸也不是，却在经历比学霸更惨的生活。为什么？第一呢，他们没有捉住到赚钱的趋势；第二，没有自己的事业。打工呢，也就是默许自己的薪水和时间被老板剥削，难道不是吗？而我要告诉你，其实创业是可以学习的，它也是一门科学，是可以复制和实践的。当今天这个时代，如果你跟过去的人比，你很大几率是一个失败者；但如果我们通过互联网跟未来还没有进行的人比，我们就可以成为第一个挖金的人了。YouTube 上有25亿人，每个人给你1块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，你就会瞬间有25亿。这个才叫做生意，而你缺的只是一个真正在创业领域有结果的师傅，他可以直接告诉你如何透过互联网比病毒更可怕的传染力，1年的时间去建立一个赚取7位数美金的自动化赚钱机器。而这些呢，其实都是我们真正做到有结果的商业机密。我也是毫无保留的在一个2023培训营里面私底下的传授给你。好消息是，这个培训营呢，我们目前不收任何费用。而坏消息是，这个课程呢，我会在这个月左右下架的，或者是开始收费。如果你不想要跟我擦肩而过，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，千万不要听完就算了。那重点来了，买房应该怎么样去砍价呢？我把谈判最重要的心法大概分为简单的6个步骤，你也不需要学那么复杂，直接点赞就可以收藏这部影片，必要的时候一定回来多看几遍。第一，就是你要先找到这套房子的产权人。记着，你上去看房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房东呢，他未必是产权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第一次去买房的时候，我一上去看见一个很慈祥的老奶奶，那我就跟他打感情牌嘛，谈了很久，他什么都 OK。结果呢，他不是做决定的那个人，因为这套房子是他儿子的名字，所以一切又要重新的去开始谈。而且有的人呢，你跟他谈了一整天，他最后说要等到老婆回来讨论一下再做决定。那这种人呢，如果他根本不能决定的，我们就不要跟他聊嘛，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嘛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问清楚，今天你看见的这个人呢，能不能做决定？不能的话，就让能够做决定的人上来，当面的去聊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扮猪吃老虎。很多人总喜欢不懂的去装懂，给自己戴上一个面具，生怕别人去骗你。其实真正聪明的人呢，永远都是大智若愚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懂了也要去装傻，装不懂，因为这样对方才会放下心里的防线。你这样去理解啊。
今天你女儿求你办一件事，跟你老婆求你办一件事，同样的事，你可能会答应你的女儿，但不答应你的老婆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只会喜欢答应没有攻击力的人的条件。那这我开玩笑啊，但买房也一样的，你很聪明的，对吧？那个房东呢，就会一直觉得你在骗他，你砍他的价，他就会觉得自己吃亏给你。等到真的签约的时候呢，他又会去想一下，是不是卖的太便宜给你了？连你这么精明的人呢，都愿意签约，我是不是哪里吃亏了啊？我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还不知道？就算他没有吃亏，他也会觉得自己吃亏了。当你装傻，那个房东呢就会觉得你骗不了他，他自己就占上风，他操控了谈判的节奏，他觉得自己吃定你了，这样他才会打开可以被你砍价的那扇大门。然后第三步，你必须要找到一个人跟你打配合，这人呢要看起来比较挑剔一点的，可以是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女人。这样做的好处呢，就是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你买房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分开找不同的房东去看，但是如果都看好了，准备要买了，就一定要一起去啊，因为这样你才会让对方感受到你是真心想要买的，不是说只是想要知道我的底价，砍了我一大只血的价格呢，然后就不买了。有时候你讲错了话，强硬过了头呢，那还有回旋的余地。比如说有的人呢就很喜欢讲一种傻话，告诉对方只要你再降10000美金我就买了，直接告诉对方你心里面的价位。而其实呢，本来的溢价空间可能是有10万的，你只是喊了1万，那对方就可能撞一下难为，然后就马上答应了。而由于我们爱面子反而就不好再去砍多几万了，然后就很心不甘情愿的买下来了。那如果你有个很挑剔的女朋友，至少可以让她去反对一下，还可以有反悔的余地嘛。而且你还可以拿平时参淡房市的人，把他们的论点总结一下，然后你就讲嘛，其实你自己也不想要买房的。你看现在美国还在升息，经济呢还在萧条，而且房价的泡沫也太大了，可能一下就会爆破。但是我女朋友一直说，如果没有房就不嫁给我了。我们都吵了很多遍了，那你这样一讲，其实就是传递了2个信息给他们。第一，那个房东会觉得房市可能会跌，他现在卖给你可能就是卖在最高点，他占了你的便宜，而不是去想你既然看了这么大的房子，为什么会喜欢我的房子啊？是不是因为我卖的很便宜啊？所以这样就会把他的顾虑取消了。然后第二，这就会很顺理成章的为你后面的砍价铺路，因为你输入了一个这套房子卖得很贵的信息给那个房东，他如果是真的想要卖，他也会愿意让步的，毕竟他觉得自己占了你很多的便宜。那第4步，也就是开始谈判了，你要做的就是打感情牌，你不要去否定那套房子有什么不好，你讲的越多呢，他就会更讨厌你，就更不想便宜的给你，甚至不想要卖给你了。所以你要把这个房东的思维从理性转到感性，告诉他你父母以前把你养大有多辛苦我爸爸的腰就是那时候弄伤的，妈妈的手现在抬都抬不起来。那现在买房呢，其实是你一家要花一辈子的存款，才勉强的为你筹到首付款了。你付完了这笔钱以后就没有钱去装修了，而现在只是想要说父母都退休了，就想要把他们都接过来，让他们享享清福嘛，对吧？你就按照你实际的情况去讲，你的父母有多伟大，多辛苦。然后现在如果他们不便宜卖给你的话呢，他就是一个坏人。简单来说就是道德绑架、情绪勒索，反正又不犯法，在生意场上就是这样的，兵不厌诈嘛。那一对伟大的父母，还有一个孝顺的儿子，他只要不是铁石心肠的，也一定会便宜给你的。但这个还不够还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呢？可以。而接下来的第5步才是最重要的，所有的谈判都是一个字：熬。疲劳的轰炸。你在谈判之前呢，其实就要把家里的老人还有孩子都安顿好，甚至带好干粮，做好拉锯战的准备。你要记着，砍价的时间拖得越久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我们用拖时间的方法去砍价，这个是一种心理的战术。当你硬生生的跟房东和房仲扯了几个小时，害得他们没有办法去接新的客户，他们就会想办法尽快的成交，而方法就是降价嘛。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说底价，只是不断的嫌贵，一点一点的去磨，让对方一点一点的去降。最好呢是晚上。为什么我们晚上总是想要去吃夜宵呢？就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的意志力是最弱的。买房也是一样，你要在对方意志力最弱的时候跟他去谈判，他饿但你不饿，他不能耗你能耗，你也不是说不买，对吧？只是价格还不到位，那我就不走。你跟他聊的越多，他的时间成本就越高，
你讲话的态度好一点的话，他不会让你滚出去的，他不会想要中断交易的，他会想跟你走个谈判的流程就算了。因为他如果换一个人来谈判，他又要这么聊一遍，又要把拒绝的理由讲无数遍，他一想到就会很痛苦。所以我们拼的就是毅力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们再争取一下，可能就多便宜几万美金，你就可以拿这笔钱去租个车位嘛，或者去装修豪华一点嘛，反正总有你要用钱的时候。那你要做的就是养精蓄锐，提前睡觉，睡到你看见床就头晕，那么你就可以去谈判了。而这个呢，其实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我们还有最后一步。如果你按照我刚才说的，房仲把低于市价的房子给到你，那么你今天的目标是不是说，不管能不能砍到价，你也会买下这套房的？因为你一买就赚到钱嘛，它开价很便宜嘛。如果是的话，反正你都是一定要买的，那你就要先准备好定金。房仲呢也会教你准备好支票去谈的。但我自己做生意的，我就很喜欢带现金。你比如说，有时候公司要发奖金，你转账给员工，写支票给员工，跟你发现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人要真的看见到钱，才会打开双眼的。1万美金我转给他，他可能当下会说啊谢谢老板，但我现在把它换成是现金，让他拿着钱去走回家，他一辈子都会记得的。同样我买房也一样，把家里面的现金取出来，放在一个背包里面，你不要管最后这个房东他是想要收现金呢，还是收支票收转账，反正现金就带上。他不肯降价的时候，你们谈到白日化的时候，马上就要成交的时候，直接从背包里面把现金倒在桌子上，然后推过去，像电影赌神里面那个收 hand 一样，告诉他你有多有诚意，对吧？这样的视觉冲击力你能想象得出来吗？其他人不会这么干的，但我跟他们不同。你难道还要让我扛着这些钱回家吗？然后一叠一叠的存入银行吗？而且需要那种旧旧的钞票，这样才会显得多。反正你也要去装傻的，那么你这个举动就很合理了。这个呢，真的特别有效。每一次拉锯战的时候呢，那个房东不肯再让价了，他把拒绝我的理由都讲了很多遍。那 OK， 我就直接把钱丢到他面前。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亲眼见过这么多的钞票，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呢？而对我来说，这钱我就放在车里啊，也不需要我去扛。平时我就放这些现金在公司应急嘛。这样做呢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他赶快的收下定金。我说了，当我们谈判的那一刻，其实已经确定这套房子比外面的便宜。我们的目的呢，就是把它现在拿下。那如果当下没有签临时的合约，这个房东就有可能去后悔，他有可能卖给别人，又或者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卖的有多便宜，后面就有可能反悔了，不想要卖了。但是如果你已经付了定金，签了临时合约，代表你已经锁定了这套房，他违约的话，不仅要返还定金给你，还要赔钱的。那对于你来说，你买不到这套房也赚到钱啊，而且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，你先给还是后给，你都是一定要给的嘛。就算你到银行做按揭，那你也是要先给首付款的啊。这个定金呢，就算在首付款上罢了。我用自己举个例子好了，我去年12月不是说在香港买了一套房子送给我父母吗？当时的房价处于谷底吧，而且我还砍到那个房东一脖子血。然后过了1-2个月左右吧，房价就反弹了，我直接就赚了差不多10%吧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我当下没有下定金锁定这套房子，那么这房东反悔的话，他就可以卖贵10%了，而我也要多付10%。那么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先调查一下这套房子的情况。比如说以前的房东是干什么工作的，住的是什么住客啊，最近这个房子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啊，有没有什么纠纷啊，有没有命案啊，是不是凶宅啊，这些你一定要在付定金之前调查清楚。怎么查呢？不是要去问房仲，而是找到这栋楼的门卫、清洁的、扫地的，还有邻居、楼下同户型的人，他们都是最清楚不过的。我的话呢，在第一次跟一个刚认识的房仲合作的时候，我对他的信任度只有30%，但如果他帮我砍了很多价，帮我找到优质又便宜的房源，最后也成交了，下一次我跟他合作，信任度就会涨到60-70%。那很多人一辈子可能是第一次买房，也觉得自己是最后一次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留一个心眼。不过其实呢，基本上你一直有跟随我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一般我们几年等到房价涨了，就会把房再按给银行，把钱套现出来，然后再拿出去多买一套房子出租。所有的地方呢，只要是有投资潜力的，我们都会去买。
而且我们虽然说贷款30年，但我们一般5年左右就把房子卖了，换下一套。基本上我们都没有试过还30年的贷款，这个才叫做滚雪球。为什么一个人会买不起房呢？我以前跟大多数的人一样，起点是很低的，代表了我们还在为生存这个问题而奔波。也就是如果我们不干活，就活不下去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因为这只会吸引到跟我们同样等级的朋友和同事，你也会慢慢的习惯跟他们一样，身为这个等级的人。你想要去创业，他们会打击你；你想要借钱，他们没有钱借给你。其实这样很难谈什么学习、成长、改变命运的，因为每天都是在穷人圈里面被穷人洗脑。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可以让你变有钱的方法都是在骗你的，也因为这样，你的思维呢就会有一个框架，导致了你的悟性很差。一个人的结果呢，并不是因为每一天的所作所为所决定的，而是因为几次重要的选择，还有几个关键的机会决定的。悟性差的人呢，会做错所有的选择题，然后错过所有的机会。比如说放弃房价暴涨的机会，转去买什么股票比特币；比如说放弃电商自媒体创业的机会，转去把所有的存款做实体生意。一个疫情就全倒闭了。悟性差的人呢，不见得是不勤劳不努力的，他们甚至很擅长具体的劳动工作，但是只要面对人生的选择题，他们就一定能够选出让自己走向贫穷的选项。不过悟性差的人也有个优势，他们很容易被鸡汤安慰的，为他们自己错误的选择找出合理的解释。比如说呢，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。那我自己呢是不甘心的，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为我的人脉做减法，离开穷人自己去创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深刻体会到打工的那些钱根本不够开销啊，亲戚的冷眼，兄弟的背叛，创业哪怕是九死一生，试一试也比留有遗憾强啊。创业，尤其是普通人创业，自媒体绝对是你最好的，甚至是唯一的选择。我之前打算投资我的健身教练，开一家健身房，他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，而且还负债，刚碰上疫情啊，所以我就拒绝了他嘛。然后我就拍拍屁股的去做其他项目，而他还是找了其他的投资人开了这健身房。结果没想到疫情持续了几年，他自己还有他父母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的钱呢，全都赔完了。对于投资人来说呢，我是无所谓的，我可以失败10次，但只要我对一次，我就是成功的。但普通人没有这个试错的机会啊，只要他们输一次，那可能结局就是万劫不复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低成本、低门槛的互联网项目，哪怕失败了，那也是多达2个月的工嘛。但你能够博取的是你下辈子的财富自由。这个投资回报率你会算吧？一定比你做任何投资还要高无数倍啊！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别人在 YouTube 看影片的时候，你去做影片给他们看呢？为什么不趁着自媒体这个趋势，去为自己打造一个24小时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品牌呢？而且这个品牌是跟 LV、Nike 一样的资产，客户愿意付更高的钱，而且是求着你把产品卖给他的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没有创业、没有资金、没有人脉，也没有产品，简单来说就是什么都不懂，但你有一个成功被验证的方法和系统，让你跟着一步步的去学习。你也可以像我和我的弟子一样，年赚7位数的美金，甚至你要求低一点，5位数、6位数的话，就更容易了。我知道很多的人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如何开始，也怀疑自己能不能够做到，所以我让跟着我一起创业的团队开放了一个价值$1000的1对1咨询给你。但今天只要你订阅并且点赞，这咨询呢不需要1000、100，甚至连$1都不用，完全不会收任何的费用。但我们的人手极其有限，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赶快点击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，然后赶快的报名。所以这部影片呢，可以当做是一个清单，让你在买房之前做最后的检查。如果你还想要学习更多投资房地产、赚钱成为有钱人的资讯，你可以观看我其他的影片，都是免费的。只希望影片里面哪怕有一句话是对你有用，能够帮助你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